我是巧儿。这个月呢是我们的咸食月，那今天呢就是要来做咸食中的经典法式蘑菇咸派 quiche。我最喜欢蘑菇了。那今天呢这个食谱是没有肉的，所以也很适合就是吃蛋奶素的巧手来享用。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如何做出非常酥脆，然后吃起来呢口感层次感很重的咸派派皮，还有就是咸派的好吃关键在哪里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法式咸派的工序啊稍微多一点，所以呢建议分成2天制作。第一天做派皮，第2天做内馅加烘烤。今天分享的咸派派皮配方呢，我觉得很好，做起来很酥脆。最重要的关键是材料的温度，使用冰奶油跟冰水，倒入一半的面粉、盐跟切成小块的冰奶油。今天呢用的是德国百灵手持式食物处理机 MQ 系列。将奶油完全打碎均匀，跟面粉混合成沙粒状态，加入剩下的面粉，一边搅拌一边慢慢倒入冰水 ice。 搅拌到呢一成团就停止，然后呢状态呢像现在这样子。做派皮啊，我很推荐用食物处理机，效果很好，而且轻松快速。我记得我当初呢，也是为了做派皮，才买了我人生第一台的食物处理机。把面团整理整理，冷藏至少1个小时。好，所以咸派的好吃秘密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开始起手是模具的选择。真正道地的法式咸派的话呢，他们都会坚持使用至少5公分深的那种派盘来做，因为这样呢才能烤出那种咸派，其实它就是咸的卡士达酱，所以烤出来那种嫩嫩像蒸蛋一样的口感。加上他们呢还会加上 cheese 啊，然后馅料等等的，如果没有一定深度呢，是做不出来那种特殊的口感。那我们一般印象就是这种一般的派盘呢，它的高度非常的浅，只有2.5公分，其实是做不太出来就是道地的法式咸派口感。我自己呢也没有专用的咸派烤模，所以呢我想了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，就是使用蛋糕模来做。那蛋糕模呢它够深，然后烤出来的效果呢非常好。唯一要注意地方呢，就是要选择可以分离的分离模，因为最后呢这样脱模才会很方便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咸派的秘密，模具要选对。那为了避免呢沾黏，我们可以涂一点油啊，油有点逼车，用什么油都可以，奶油啊、沙拉油啊、液体油。冷藏了1个小时，我们来擀派皮吧。有点累，蛮大的一张塔皮。那厚度的部分呢，不要太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比一般的塔皮呢要稍微厚一点点，所以大概是0.4公分左右。好，然后擀的过程当中啊，如果觉得塔皮有点黏的话，记得撒一点手粉。那我们现在来入模，准备来入模咯。这个派皮呢算是蛮有延展性的，不像有些塔皮它一凹可能就会碎掉，所以呢入模的时候不用太担心。然后因为蛋糕模有点深，所以转角处呢就确实压一下，才会有漂亮的90度直角。那派皮的厚度呢大概是0.4公分左右，跟一般的那种水果塔要稍微厚一点点。
那提醒一下巧手们，要留多一点点的派皮，把它挂在模具的边边，烘烤的时候呢，就不会缩水的太严重。那再稍微冷藏个15到20分钟，松弛一下，这样子呢比较不会回缩。冰了20分钟，那现在呢准备来烘烤。今天呢分2阶段烘烤，首先呢是压重石盲烤，那我用豆子替代。180度烤约20分钟，直到派皮的边边泛白。第2阶段，取出重石，继续放回烤箱烤15分钟，把底部呢确实的烤熟。今天的咸派它的那个内馅因为非常的水，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底部戳洞。那我们刚刚用重石烤，那烤完把重石拿出来的时候，第2阶段烤完，可能底部会有点隆起，所以要趁热的时候稍微把它压一压。冷却的时候就不行咯，因为冷却的时候你压它塔皮会就是破掉，所以要趁热的时候把它压一压。接下来这个地方啊，算是一个选择性。那我想说还是介绍给大家。就是因为咸派的液体很水，那如果你在整形你的塔皮的时候有任何裂缝的话，待会你倒馅料的时候它会流出来，所以呢，你可以额外做一个防水层的动作，但也可以选择不做。如果你的整形你觉得很完整，没有什么破裂的话，也可以不做，没有关系。那我想说都介绍，那你就用一点刚刚那个塔皮的生面团，然后加上一点蛋液，把它变成一个很像浆糊那种糊糊的感觉。大概一大匙左右，然后呢，就是把它均匀的涂在我们的塔皮内侧。最后呢，再烤个3分钟到5分钟，那烤到颜色变金黄色就可以了。咸派派皮完成，烤到非常金黄色，然后整体都不能有破洞哦。今天就烤到这，不要偷模，因为明天呢我要继续灌馅，然后把它烤完。那今天就收工。第2天，那我们来准备馅料。今天呢有蘑菇跟红葱头。咸派我们用的 cheese 呢是 Emmental， 然后这个 cheese 呢，一般人可能觉得不是很熟悉，不过我们都一定看过它。它就是我们常常在卡通里面看到那种洞洞的，然后是瑞士的 cheese 一种，看很可爱吧？这种洞洞的 cheese。那今天会用来咸派，然后呢，如果你用完有剩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拿来做洋葱汤。那它的味道呢是咸香咸香，所以跟咸派很搭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把它刨成丝。取出切碎刀，换成刨丝的刀片盘。Emmental cheese 单吃也很好吃哦，可以当零嘴。至少这一次呢，我在等派皮的时候呢，常常偷吃它。好事都有卖。那要来炒馅料了，锅子用大火预热，然后用高温呢把蘑菇的2面给煎香。上色之后，加入调味料盐跟黑胡椒，把火稍微转小一点点。加入奶油、红葱头跟干燥的百里香，那再炒个1分钟就可以起锅了。
准备百搭的咸派面糊，这个配方吃起来不油腻，然后呢可以加入不同的馅料做变化。食谱的配方都在影片叙述中跟我的部落格文章内哦，不要再说我不给配方了啦。全蛋打散，加入牛奶、鲜奶油、一点盐跟胡椒，还有肉豆蔻。肉豆蔻跟奶制品味道很搭，没有的话呢就省略没关系。这个就是我们百搭的咸派面糊。那最兴奋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来组装我们的咸派。那我们今天做这么高的咸派，就是为了这一刻，因为我们有3种材料呢交互相叠，然后待会在烤箱里面就有那个很好吃的魔法产生。然后第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削好的这个 Amaretto cheese， 那先把它放在底部，铺上一层。先放 cheese 的好处呢，就是因为它算油脂嘛，所以呢底部就比较不会湿软。然后第2层放我们刚刚炒好的红葱头蘑菇，然后里面还有百里香，超香。没有奶油 ，cheese 呢不要一次放完，分2次。好，再来才倒我们的咸派的这个面糊，大概到1半左右。再一次 repeat。那如果你的蘑菇浮起来的话，稍微把它压一压。然后你可以留几个比较漂亮的蘑菇，最后呢，我们来做装饰。最后一步了，全部把它倒满，量呢算得刚刚好。好，那我们进烤箱，然后待会跟大家讲怎么样判断咸派是否有烤好。那咸派最重要就是不要烤过头。以6寸大小来说，我用160度烤了1个小时左右。耶，出炉了。那咸派呢，要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就是它快好的时候，它会慢慢开始蓬起来，然后不要让它烤过头。所以呢，确认的方式就稍微晃一下，它边边呢都已经凝固，就中间会微微的晃，这样就表示可以了。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呢，都先不要动它，让它完全放凉，至少放20分钟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卡士达酱中间还会继续的熟透，会让它整个凝固，再来切它。脱模时间不用太担心，咸派呢很好脱模的。哒啦！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。稍微装饰一下，撒上巴西里，然后放上蘑菇。那我想说，吃咸派也要搭个沙拉，所以把刨丝的刀片盘呢换成切片。很丰富的沙拉。那搭配最近我常吃的百搭沙拉酱，橄榄油、柠檬汁、法式芥末酱、大蒜、盐跟胡椒。那不用特别洗器具，使用它另外一个小的切碎碗，搅拌呢约30秒左右，很 creamy 的沙拉酱完成。法式蘑菇咸派搭配清爽的沙拉组合，今天的午餐就吃这个。现在呢，切给大家看它的剖面。这个咸派的成果呢，是充满层次感的那个外皮，然后中间的内馅呢，是像卡士达很水嫩口感的 cheese 蛋奶内馅，咸香多汁的蘑菇，口感非常丰富。我第一次做成功的时候，好吃觉得天哪，这个也太美味了吧！完全突破呢我对咸派美味的想象。我记得以前我常吃到蛮普通的咸派，常常呢吃个1-2口就觉得很油腻，或是觉得很厚重。但这个咸派呢，越吃越开胃，冷的、热的吃都好吃。然后我顺便呢还打了一个草莓优格奶昔，哎，太好喝了。
今天的料理法式咸派加上轻食沙拉，就是用这台德国百灵最新的手持搅拌棒 MQ7087X 完成的。那它的配件超多，有14种，完全可以媲美一台食物处理机。这个月呢是咸食月，所以继英式马芬还有本次的法式咸派之后，接下来还有2个咸的食谱等待大家哦。